2022年的移民和身份规划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今天我将和你一起展望未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将会给你一些宝贵的建议，相信在今年的移民和身份规划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所受益。在可以预见的2022年，这个大流行，有可能会以某一种新的常态形式恢复到正常。那国际旅行的趋势也变得并不是遥遥无期。但是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国际旅行的形势呢依然很严峻。那么大家主要是面对了有3个挑战，第一个就是护照。那么经过这2到3年的大流行，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发现，我们办理护照并不是那么简单了，甚至有些朋友根本就办不出来护照。如果你没有护照，就无法进行国际旅行，更谈不上移民了。所以今年办理护照的形势依然很严峻，并不是很乐观。另外就是现在的国际旅行变得越来越难了，并不是越来越简单的。原因是在以往我们有了护照和签证之后就可以进行国际旅行，但是现在呢，航空公司跟所在国不但在乎你是持有什么样的护照，另外还在乎你的出发地是哪一个国家，另外也会在乎你有没有注射疫苗或者进行 PCR 的检测。护照、出发地、疫苗、PCR 检测，这4点变成了每一个国际旅行的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以上呢是2022年国际旅行和护照办理可预见的情况。第二就是快速入籍的项目的背景审查，也就是尽职调查，会往更加严苛的方向发展。在2022年的1月，欧盟对瓦努阿图的护照给出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就是有可能取消瓦努阿图护照对欧盟的免签政策。那么一时激起千层浪。原因呢，就是瓦努阿图呢在投资入籍的背景审查方面，一开始呢把握的并不是很严格尤其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先进科技发展的今天，投资入籍的背景审查会越来越严格，也要求各位在背景审查方面对自己应该有更严格、更高的要求，以免呢在入籍的时候增添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根据我们从移民局得到的反馈，加勒比国家在投资入籍方面的背景审查也越来越严格，移民局呢要求也越来越高。第三呢，就是欧盟的移民政策有可能还会继续的收紧。那么在今年的年初1月1号，葡萄牙不出意外的实行了新的政策，就是取消了在里斯本和波尔图等沿线热门地区的购买住宅性质的房屋获得黄金签证的这条途径。可以说葡萄牙在黄金签证的政策方面也是在不断的收紧。那么另外一条新闻呢，也是关于欧盟对黄金签证的一个态度，就是在未来有可能欧盟会抽出黄金签证中50%的投资额。那不管怎么说，欧盟的黄金签证的政策依然是往收紧的一个方向发展。下面一条的趋势是关于数位资产，也就是数字货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数字货币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它一定会登上正式的舞台。在欧洲很多的新闻把数字货币，例如比特币的报道已经纳入了正常的播报的范围，也就是以往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黄金、证券、期货等等的一些最新的和汇率的波动，那么现在也加入了比特币数字货币最新的价格波动。那可以发现，就是主流社会也在越来越重视这个数字货币的发展，所以呢，也提醒各位要保持持续关注的态度。那么成熟就意味着数字货币在合规和 KYC 方面的合规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货币呢将会越来越正规。目前我见过的最高的对数位资产的合规性的要求呢，是不仅需要提供护照、提供身份证，还需要提供对应的电话以及一致性的电话和电子邮箱，并且进行几十个 KYC 的问题的回答之后，后台的经理根据你提供的所有的信息，再对你个人的风险进行评估，有可能通过，也有可能会单人联系你进行一些核实。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真的是往越来越严格的方向发展。所以各位一定要重视这方面的风险管控。在今年的年初欧洲以英国和北欧，例如芬兰这类国家为代表，彻底放宽了国际旅行的限制。如果你已经是完全的疫苗接种者，你将会不需要任何的核酸检测或者隔离可以自由的旅行。那么在2022年，我相信旅游市场沉寂了2到3年之后呢，会迎接到一个报复性的消费。另外，在去年的年末，美国放宽了旅行限制之后呢，各大的美国机场
爆满，人满为患，也可以看出来大家进行旅行或者说国际旅行的能量是巨大的。最后呢，就是在中国的农历春节之前，有关部门呢发出了一个通知，就是3月份开始，任何的大于5万人民币的存取款，你都要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相信这个背后蕴藏的深意，大家都不言而喻。那也提醒各位啊，在国内的朋友，在资金的合规性方面，也要更加严格的要求。那么在上个月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未来将推出的金税4期带来的一些深远的影响。各位对此感兴趣呢，我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各位可以点击进行阅读。无论是金税4期，还是从3月份开始的这个新规，都一再的提醒各位啊，让我想起来的那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对2022年的一个展望。我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你做好提前的规划和预先的准备，那么未来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下面我将会给出几个重要的建议。第一，就是出国要趁早。如果你有移民或者身份规划的要求，或者你想出国，结合我们刚才列举的发展方向，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做。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打算，一定要趁早，因为实现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有可能是半年或者几个月以后。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优先做好资金的跨境规划。数字货币、大数据、云计算、金税4期等等，这些看似高科技，实际上对合规性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大家如果有资金的跨境的规划，一定要趁早做准备啊。那么在去年呢，其实有一些朋友到国外之后找到我，跟我说呢，他的资金其实都在国内，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但是人先出来了啊，这个就场面一度就变得非常尴尬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行动之前做好一个长期的准备。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提前做好移民资料的准备，尤其是移民资料里的4大天王。虽然我们说快速入籍项目可以让你在最快3个月之内得到身份的批准，但是资料准备的这个时间，有的时候由于个人原因，每个人因人而异啊，有的时候是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些资料的准备和规划，以免到我们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才发现啊，会缺失一些资料，到时候补办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也就是最后，我依然建议各位提前做好底层身份的规划。面对越来越严苛、越来越透明的管理，各位的身份规划就显得突出的尤为的重要。我相信在屏幕前观看节目的你是一个对未来有长期打算的人。在之前的问答环节，我做了一期节目是关于小国护照持有数位资产的内容，得到了很多人的反馈。那么在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也会做类似相关的主题，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最后不要忘了订阅。我是 Willia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